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。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《罗马假日》里赫本坐在小电动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特别强悍，弟弟像黛玉一样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咕嘟咕嘟就是灌，弟弟离冰箱2米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得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，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冰水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。弟弟一年四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喘的日子。我是爸爸，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她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落什么饼不能现在落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落了，落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就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还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，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，一个母亲，一个父，exactly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待人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，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汇奶粉，大品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了。长大了你也骨头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张拿铁又被拒了，这次的事儿更大，是被电影拒。让我们震惊的是，上次被双语幼儿园拒收是因为英语不好，这次被电影拒绝是因为汉语不好。某知名电影里边有3个需要小孩配音的角色找到了我们，当时我一看是个外国电影，我说那翟耀达肯定可以，拿铁够呛。他们说彩玲姐别急，这电影在国内上映是翻译成汉语的，孩子配音的对象啊是说汉语的狗。我说那还行。他们说他们不担心拿铁，毕竟听说他除了汉语也不会别的语，但是有点担心翟耀达，问我能不能说汉语。我说能，肯定可以。翟耀达还是很聪明的，所以当时的情况吧，拿铁是稳保的，翟耀达是争取。然后电影那边的工作人员就让俩孩子做个自我介绍，录下来给人家大致看一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翟耀达，我今年7岁了，我英语还不错，我的汉语还不太好，但是我可以学习，我愿意给狗狗配音。耶！我是张拿铁，我饿了。耶！我演机器人，我英语好，我汉语好，我愿意给狗狗配音，我愿意给狗狗配音。我愿意给狗狗我愿意给狗狗配音，我愿意狗狗给我配音。面试的结果呢，翟耀达是超出预期，甚至有点惊艳。拿铁呢被婉拒，姐姐是有点洋味儿，弟弟是有点窜味儿。人家跟我说实在是有点难。这个电影 IP 这么多年，全世界都在看这些狗。虽然我们都很喜欢拿铁，但也不能说今年新电影一上，观众都说哎这狗有口音。最后跟我说你做好准备吧，现在这个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，大的基本能保住，小的有点够呛。我说我有点不忍心告诉拿铁这个消息啊，他户口本刚丢，最近就好几个坎儿，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我说你给我1天时间，我恶补一下啊，说不定
定还有火。我婆婆一听也疯了，谁说我孙子有口音？我孙子肯定行。于是温迪俩姑姑、大胖媳妇儿、我爸，所有的人都过来跟他练台词。拿铁都懵了，这必须给整点能量，特地挑选的美素佳儿圆月荷兰黄金奶源地，3重原生力守护肚肚健康，吃饱喝足吸收好才能活力满满。美素佳儿圆月还鼓励大家捐空奶罐变成环保夹，保护黄河生态，你一罐我一罐，肚肚健康又减碳。然后人家台词发过来了，张拿铁只有最后一次机会视频面试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啥娃娃？哦，我要飞上天了。哦，我要飞上天了。我不会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打击了，打击了。最后人就直接跟我说拿铁呢，孩子是好孩子，但是拿铁给动画片配音，啥狗配完都是东北狗。这就好比赵四拿到了莱奥纳多的脚本给他配音，赵四也很难，除了字儿是对的，其他都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妈妈，你没有被选中。什么选中我？那人叫谁来着？叫具体那人叫啥 ？Summer， 对，他叫 Summer。谁是萨摩？我不喜欢萨摩，我喜欢柯基。啥就让我支持呀？啥就让我支持呀？我的婆婆温迪她又要来了。这次事发很突然，我们都没有准备好。而最让我心中恐惧的是，张拿铁好像是疯。你们在这个视频的结尾会看到张拿铁发作的实况录影，你们也帮我判断一下这孩子这是什么毛病。那是一个很祥和的夜晚，我们一家在沙发上享受着岁月静好。突然我们接到了温迪的电话，温迪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年年底攒了$8000。”我们说：“哎呀，那太好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大的好消息，我要把这笔钱花在与你们相见。我们已经买好了机票，2月4号让我们相会在北京 China。”当时局面很尴尬，就实在是欢呼不起来呢。我说感觉上感觉你们刚走。他说已经4个多月了，我们分别了4个多月了。我跟大胖媳妇互相看了一眼，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在闪现一首 BGM， 时间都去哪儿了，还没缓过来你又来了又来了。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有点不解，就我的公公婆婆赚的也不多，也没啥存款，怎么就攒钱就来了呢？一刨根问底才问出来，我的婆婆因为想节约，把她老公布莱恩的牙医保险给停了。我公公现在这颗门牙坏了，一直没法补，就这委屈受的，咱说就打碎了牙哈，只能往肚里咽。结果最后预算不够，还没有布莱恩的机票。在电话里我看着布莱恩，我说不来，他说我说啊，所以你叫布莱恩，布莱恩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挂了电话，心情很复杂。更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张大铁，因为他忘了温迪是谁了。翟耀达一直跟他说这是我们的奶奶呀。张大铁似乎不咋认识，也是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，上次见到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前半生。我就想，那我得帮着张大铁唤醒一下他对奶奶的记忆，我就开始帮他找回忆。结果我发现吧，张大铁跟他奶奶的回忆不找也罢。你入学的新书包，他背回了加拿大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他说不用打。你最在乎的户口本，他也能给你丢。你委屈的泪花，都是因为他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我不应该给他找回忆。本来的张大铁爱忘了，但恨也忘了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但是他们家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说道没讲究，你也不用就特别礼貌的什么特别用心的怎么专门去招待。所以我心里就决定，这次过年我准备让我的爸爸，也就是温迪的哥哥，先把温迪等人带回铁岭，我在北京自己先缓2天，就说我有工作，养精蓄锐之后我再回去过年。然后我说温迪，那头2天我就不陪你了啊，你可以不？他听了完全不在意，说他自己在铁岭可以勇闯天涯，我到时候就给他留3箱白象东北黏糊麻辣烫就行，地道东北风味，黏黏糊糊麻辣香浓，白象品类丰富，蟹黄拌面和糟粕醋海鲜粉好吃又过瘾，在家就能尝到各种地域特色，美味不求人。但是问题是，大人现在都缓过来了。张大铁疯了，告知他奶奶来了，又帮他找了一晚上关于奶奶的回忆之后，张大铁入睡了。然后后半夜1点半，张大铁应该是在睡梦中想起来啥，起床自己走出卧室，说啥要去上学。拿铁，你怎么了？我要上学，给我书包。拿铁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书包呢？